2019年，美国核准了一款药，它能治好一种婴儿的绝症。这些孩子的肌肉会慢慢失去力气，多数活不过2岁。这款药叫 Zolgensma， 一针打下去，理论上一辈子就好了，但它的价格是210万美元，一针抵得上一个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工作30-40年。从这一刻起，人类第一次把救一条命明明白白地标上了一个价格。这一集生医帝国，我们要走进全世界最贵的药，以及一个最让人不安的问题：一条命到底该值多少钱？前面4集我们看的是台面上的卖药大战和背后卖工具的隐形帝国，但生命的定价权还有最尖锐的一面，我们一直还没碰。今天就来碰它。当一支针可以一次治好过去治不好的绝症，它该值多少钱？是200万还是400万？这条线到底该画在哪？把活下去标上价格，是一场拯救生命的奇迹，还是把人命明码标价，标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？这一集我们一样，只把这个两难摊开来，不替你下判决。先说清楚，这些药为什么这么特别？我们平常吃的药做的是控制，糖尿病、高血压，今天吃明天吃，吃一辈子把病压制。但这一集讲的基因疗法做的是另一件事，治好。很多绝症的根源是身体里有一段基因坏了或缺了，基因疗法就是把一段好的基因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送进你的身体，把坏掉的那一段补回来或修好。理论上一次打完，这个病一辈子不再犯。Zolgensma 活的是婴儿缺的那一段。2023年核准的 Casgevy 更厉害，它用一把叫 CRISPR 的基因剪刀，直接在病人的细胞里把出问题的地方剪掉改写，治的是一种折磨人一辈子的遗传血疫病，从吃一辈子到一针断根，这是医学的一大步，但也正是这一步把价格推上了天。那为什么一针要200万、300万？药厂的第一个说法是，你看的是价格，我算的是账。拿那款婴儿的绝症来说，过去也有药能救，但要一直打，第一年要70几万美元，之后每年30几万，打10年下来加起来就超过400万。换句话说，旧的办法是把钱分10年、20年慢慢付，而基因疗法说，我一次收你210万，帮你把后面那几百万全省了。血友病更夸张，一个重症病人一辈子的医疗开销可以超过2000万美元。对比之下，一针350万的基因药，药厂说这其实是帮整个体系省钱。这套逻辑有个名字叫价值定价，我定的不是成本，是我帮我换回的那条命值多少。第二个原因更现实，这些药卖不了几个人，也做不出量，他们治的都是极罕见的病，整个美国符合资格的病人常常只有几百人甚至几十人。药厂花了10几年烧掉几十亿美元做研究，最后却只能卖给这么一小群人，要回本，每一个人的价格自然就被推上天。更麻烦的是制造，这种药不像普通药丸，可以一条生产线压出几百万颗，它要用一种特殊的病毒当作把基因送进身体的运送工具，而这种病毒一大锅辛辛苦苦培养出来，往往只够治2-3个人。有些疗法甚至更费工，要先把你自己的细胞抽出来，一个一个改造，再打回你身上，等于每一剂都是为你一个人手工定做。卖得少又做不出量，这就是天价的第二根支柱。于是这几年药价的天花板被一次又一次刷新。2019年 Zolgensma 的210万已经吓坏了所有人，没几年它连前3名都排不上了。2022年一款治血友病的 Hemgenix 标价350万。2023年底那款用 CRISPR 剪刀的 Casgevy 220万。到了2024年，一款治儿童罕见脑部疾病的药 Lemeldi 直接喊到425万美元，成为到今天全世界最贵的一款药。425万是什么概念？在台湾足够在不少地方买下一整间房子，而这是一针的价格。一个比一个贵的排行榜背后藏着一个让人坐立难安的事实。医学每往前一步，那张救命的门票就更贵一截。但是如果你问做一剂到底要花多少钱，这个答案会让你愣住。有学者算过，那款350万的血友病基因药，真正花在制造、配送，加上后续几年追踪一个病人的成本，大约只要8万多美元。8万多的成本卖350万，中间差了40倍。
药厂会说，这40倍买的不是那一季的材料，而是前面10几年几十亿的研发，是承担失败的风险，是让下一个绝症也有解药的本钱。没有这个价，就没有人愿意投钱去攻下一个不治之症。但反对的人会说，当一个快死的孩子和他全家的积蓄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用成本8万的东西跟他收350万，这到底是回收研发还是趁人之危？这是这一集的第一个两难，我们摊开不下判决。天价看起来让药厂赚翻了，但真实的故事恰恰相反。这要说到一家公司叫 Bluebird Bio， 一家曾经被全世界寄予厚望的基因疗法先驱。2018年它最风光的时候，市值超过100亿美元。他手上握着3款真的能治病的基因疗法，照理说前途无量。但问题来了，他在欧洲想卖一款药，开价要100多万美元。德国的付钱方摇头，觉得太贵，谈不拢。2021年 ，Bluebird 干脆退出整个欧洲市场，没有人买单，再好的药也换不成现金。公司一年一年烧钱，市值从100亿一路掉到剩下不到半亿美元。2025年，这家治好过绝症的公司被一家私募基金用大约4500万美元整家买走，比巅峰时蒸发了99%。它不是输在科学，他治好了病，却卖不掉那一帖解药。既然一次付不起，那就分期。这几年正是这些天价药逼出了一整套新的付钱方式。第一种是分期付款，那款婴儿的210万可以拆成5年，每年付40几万，像买房子一样慢慢还。第二种更聪明，叫疗效绑定。药厂跟付钱方说，先付一部分，如果这个药在病人身上失效了，我退钱给你。等于把药到底有没有用的风险从病人身上挪回药厂身上。连美国政府都下场，从2025年起替最穷的那一群病人跟药厂去谈这种没效就退钱的协议。但就算路都铺好了，真正被治好的人还是少得惊人。那款最成功的 Casgevy 2024年一整年只有5个病人真正打了，到2025年也才60几个，一年治几十个人，这已经是这整个行业里跑得最快的了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一条命该值多少钱？一边的人说别嫌贵，如果不准药厂定这个价，就不会有人愿意花10几年几十亿去攻那些只有几百的病人的绝症。你今天嫌它贵，明天就根本不会有这一帖药。一次治好，换掉一辈子的折磨和开销，这是奇迹，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另一边的人说，可是当一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，取决于付钱方愿不愿意点头。当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根本付不起这个价，我们是不是已经把生命明码标价，标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？救命到底该是一种权利，还是一件买得起才有的商品？这一集我们一样只把这个两难摊开来，不替你下判决。从辉瑞和它的专利悬崖，到 Moderna 的疫苗豪赌，到减肥针大战，到卖工具的隐形帝国，再到今天这些全世界最贵的药，这一整个系列我们看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：生医巨头如何替我们活下去这件事定出一个又一个价格。药能让我们活着，也能一次治好过去的绝症，那么下一个被定价的会不会就是活得更久这件事本身？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我们要走进生医帝国的尽头。当资本开始压住长寿与抗老，人类想花钱买的已经不只是治病，而是逆转时间。如果这一集让你重新想了一遍一条命值多少钱，按个赞，追踪频道，把生医帝国这个系列跟我们一起追到最后。